哎，你好，这是捡金蛋的过程，很容易被这些小臭怪偷扁。捡个东西都要靠运气是怎样？要穿过拉蒙雕像火焰的时候，最好是先不要打这个宝藏，要不然就会被烧哦。啊，上楼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弩箭啊，要不然会被射烂。打盾牌会遇到的小意外，就是你连戳太久，他还没倒，就随便撞你一下耶。再来就是电梯关啊，整张最难的部分没有之一，整段都是运气，空手抓人，斧头打人，抓人，弩箭射人。超级难闪，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尽管它只有短短的3分钟旅程，但是每次空手会抓你的，你都得很会闪，弓箭也得很会闪。这是什么恐怖画面？线！我生气了，嘣，好痛啊，好爽，怎么不直接把我敲死？反正就是被爆的那个什么大概率都挺高的。一直抓，随便抓，门槛很低啊，只要冲过来都抓得到我，随便射也射得到我，真的很好玩。我推荐每个人都用小刀挑战电梯关，然后再来就是去打拉蒙啦。这条路就算是练习过程啊，没什么太大问题。然后再来就是拉蒙的大问题啊，就是它会随机生成大便啊，注意看好啊，它会有这个开头会有2个位置，就前跟后啊，就运气不好啊，大便范围还超大，它又超大颗，我又被射了。然后喷完，然后没看到大便，又会踩到我，又被射，然后又被射，啊，没抓好距离被咬烂，然后再来就是会踩到大便，保护色，然后大便一堆大便都是被大便搞的，很少被他弄到啊，啊，有这次被他弄，然后再来就是左边我刚刚都在看有没有生大便，然后结果在我要跑的时候偷生一颗，到底是怎样？嗨，你好，欢迎回到第12章的全程无伤小刀，还有全收集20古堡4。好的，这一章有八个宝藏，把9个啦，讲错了。然后4份文件，2个悬赏任务，等下上面就有城主模型1个，就这样。但这一章我觉得挺难的，后面的部分啊，前面就是跑步捡东西而已。嘿的。这雷神呢？这完全不用跳，因为这对话是刚刚好到上面的。偷笑一下，很开心，暗爽。好，拿小钥匙，然后把之前没捡的都去捡干净了，还有之前的文件拿一拿，打一打。就那个宝石大道，原本第8章就可以先打，但是我没打，还要去那个城主那边拉蒙的那个座位那边拿金蛋，还有削刀。这挑战要拿全灭的话，我觉得也是要就是什么浑身解数都要用出来，原始刀拿出来用了，呵呵哈嘿啊。然后都要打10几个小时，因为怪太多太烦了。不过是我就会拿 VR 开始来切菜，剁，你要吃什么这样子。好，进去这边要往右靠，这边很多怪，然后一个阶段后就可以蹲跑了，就这样蹲跑。如果前面这边有一只虫，就要飞砍它一下，没有就跑就好了，运气。好，这边能不能被打到，就看你平时有没有做很多好事啊，看来是有，好，所以成功了。然后这边有3份文件，最后1份文件在打完拉蒙之后，有时候不要太兴奋，打完忘了去捡。幸好我没有。好，金蛋也算一个宝藏啊。原本我就以为它只是普通悬赏任务，因为我觉得什么都捡，也没有太去在意。反正我都会捡完。好的，削刀在那个上面图像这里。然后反正没时间了，就来耍帅啊！怎样都没时间。没有如果我一开始就用原始刀，那真的有可能会 S 加，因为可能就直接省掉全部加起来可能有20-30分钟修刀时间吧，大概。然后金蛋丢啊，然后这边的文件，然后再来就是往回跑啊。之前漏捡独角仙，还有那个。忘了把灯放下来，那也不是忘了，是根本来不及放，没得放啊！回去清理，一样往左边同一个路回去啊。
你也可以故意让他们先揍一下，然后再跑，因为他们手不会那么长，不用太怕。他们可怕的是会连续攻击啊。然后就这样了，然后还有追很快吧，这个特点。然后现在拿金弹的一个原因就是，如果你先去另一边独角仙那边嘛，拿剩下的其他全部宝藏之类的，你再从这边回来，这边就会有虫。我之前还在以 S 加的状态下去跑，我就是在这边失败的，因为我先去拿前面那些东西再拿金弹，这里那些上面的虫就飞下来，然后刮到我的脸了。那时候是我最崩溃的时候，我就直接休息2个月，因为前面的路易斯也没帮我开枪之类的，我还是过了。然后克劳瑟也捅过了，然后这边也腥风血雨了，我就差那一步之遥，我就可以存档，然后虫飞到我脸上啊哈哈哈，好有趣哦，好有趣哦，呼呼呼，就这样。然后我就回去直播，2个月回去直播了。每当有人问我的小岛无伤在哪，我就会疼痛一下，但是也不会很痛。这是我开启的故事。不过现在正在 ARV 已经完成了，剩下剪辑了。好，就这样子。好，走花园回来就不会有狗，然后一定要暗杀那第一次，要不然他会听到我们，所以一定要打死。然后独角先捡。OK。这边都要一本道，记好你要拿的所有东西。这边我也 re 蛮多次，之前呢、然后上面有乌鸦，抱歉，希望不会影响你的心情。会。然后拿那个黄钻灯，把灯放下来。这家伙竟敢没有无视灯！竟然没无视灯，好，不要再够了，都要2025了。然后待会就是也算有点运气的城门大厅那里啊，那边很多怪，边唱歌还要闪怪。就我有妥善安排好路线啊，怎样比较不会被抓，然后算时机他们爆虫就没事了。好，这边是之前第9章的时候，艾苏利我推他上去，但是我来这边没钥匙，所以我只能这样子弄过来。这时候再来开啦，因为再走回头路会被一堆狗咬啊，谁要冒风险啊？然后最后一根钥匙就开在那个城门大厅那里了，很多怪那里，还有那边还有那个正义女神雕像。拿完就可以走了。等一下，你就会知道电梯是什么，不是人玩的，不是人玩的。拉蒙是，虽然拉蒙还也蛮靠运气的，但没有电梯那么靠运气啊。拉蒙比较打概念，但是被他打到也是需要一点运气。说实在的，真实的。来帮我那个背包清空间。好的，走吧。好了，前面逛完了，就要去面对现实了。其实还没，还要去那个城堡大门那边，我要坐那个过山车回去，比较快啊，也比较安全的。经过圣水厅超危险的，一堆怪在那边追，怎么办呢？所以就坐车捷径开启。嘿嘿 ，Come take a look。其实商人有卖隐形道具传送门，跳进去就好了，简单。啊，直接过来啊。OK。然后解锁捷径，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游戏的设计，就是会让你走回原来的地方啊。是否在查询魂系列？对。然后往左边拉，不要太紧张。虽然你还是有机会被打到，但是不要太紧张。头晕是正常的。然后蹲跑，然后头痛直接互动键闪掉。然后先转，这个时候大家都是静止不动的，很有礼貌啊。那 OK 就这样子。正义女神雕像，撸了。
然后不要急着出去，要等他头痛再走，然后要那个对这样子闪，要不然没办法了，因为时间差也要抓好啊。有时候来这边的人也不一定啊，是那个空手的。如果你这边想打快一点，只能这样子。也是有方法可以拉，就是打开门，然后从上面这样下面绕，但是我这边的过法。第15章前的过法还是 S 加的概念跑法啦，就是我事先练习的跑法，就先以自己习惯为主嘛。第15章之后就比较放荡不羁了，但是后面还是有点新打法，没有到那么的无所事事随便打，没有。因为我在做每次做无伤系列，我是希望可以发现新东西，但是也不要每次都发现嘛。那这怎么拍啊？要求越来越高，走到天上了。等下走到天上下不来，然后随便放一部影片上来就被骂，这什么东西啊 ？Taste like shit， 呸！下次做好一点，这样。好，这边再跑回去就会生虫了。如果刚刚顺序反的再过来，你就一定要先面对1、2只虫，然后右边有一只，不用理它，没关系，离远一点。如果你也可以先刮它一下再走啦，或是直接把它戳死。如果那时候有这样子走的话，也许没有，还是 S 加不了，不用想了。可能差别就是小刀无伤会比较快出来，好就没了。唯一优势就这样。艾达怎么在上面跑啊？没看到。艾达偏制作中。好，过来这边先存档了，然后之后里面一堆宝藏、成熟模型之类的。因为这边就没有再算 S 加的那个什么存档数了。好，我们回来了啦，继续啊。这第一阶段还不会很难，但是电梯是史上最难。没有基础过不了，没有运气过不了，但运气90%。然后这边比较简单啊，这边拿宝藏，然后一个个都干掉就好了。因为我们等一下跑回来存档，打电梯前你一定要存，就让你知道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这里最该存啊，12张。不要看它那么短，小刀挑战啊！不要看那个电梯这么短，哎呦，那真的是噩梦啊，就很像3分钟内要你吸收你前面几十章的所有痛苦、苦难这种感觉，我只能这么说。小刀电梯战是这样的，然后这边都弹刀踹掉，然后注意上面的弩箭就好了。城主模型我等这边全部打完，要去存档再打，省时间啊！我不想是跳窗然后下载云端呢，那就慢慢搓慢慢打就好了。能弹的就弹，能不弹就闪。这盾都先等他看要撞还是挥啊，撞的话就不要连续打。撞的话，他很快就直接继续攻击了，然后没能戳掉就骗一下，等一下，然后他走了，好，我先戳了，走到里面可以把敌人拉掉啊。好，然后算了，也许你运气好，可以直接刀他啊，刀失败。其实还蛮好刀的啊，其实刚刚就可以正面刀，但是我没有，我通常都是去他背后刀，所以刚失败了。不会到太难触发了，然后把它戳掉了，然后上面有宝藏，然后触发火之后，待会可以运用一下那个拉蒙的头的火。好，宝藏，然后触发火会有镰刀跑上来，然后先往后拉，这个火。没有看起来那么大范围啊，这时候就可以走了。然后蹲跑到前面，免得被砍。然后往前拉，打这个火把，弹刀马上暗杀明杀。然后小心前面的斧头就这样子。然后这时候就刚好可以直接冲过了。然后注意看左边斧头有没有丢，没有就算。然后往左边靠一点，然后再往这边蹲，然后就交给命运了。刚往那边走一点是要那个后面第2只快点过来，要不然他有时候不会过来。离我们，然后弹刀，然后等镰刀来，慢慢打。
想要最有效率，就是用火把他们喷死啊，就带着他们跑步。好，全死了。哇，OK， 可以走了。哦，对，然后那个鸡蛋丢了嘛，就前面刚有丢鸡蛋解那个悬赏任务，就代表没有解不到手枪小刀的那个成就了，因为解掉那个悬赏任务，然后躲掉他们就卡一下，然后这时候那个海胆差不多下来，然后躲他的攻击，然后这边不要靠他太近，站一下往前走。然后弩箭不要干掉，然后站这个位置你还是要小心屁股啊。小心会被他射到，然后过来就有时候可以戳，有时候不能戳。看到后面那只跟来，我就先往下跳，这样比较安全啊。然后上来再拉一下，然后2只慢慢磨就好了。有时候是1只啊，但是刚刚他竟然没被压死，我蛮意外的。这边2个宝藏啊，先拿这个，待会另一个再拿。一样这样子上下绕是最安全的打法。让我上去啊！虽然很花时间，但安全为主。然后狂搓脚，等他下跪，然后刚好暴击踹，还掉箱子上耍酷。空手就还蛮可怕，因为他们都很不会有任何的前摇，就直接马上抓你脸。很可怕，然后这打完就没有要修刀啊，这耐久刚好可以撑完电梯啊。好，拿宝藏啊，先讲一下电梯怎么打，讲个概念。下去先下去存档就是了。就电梯有2个路线，一个是你有没有留一个斧头，然后一个是没有留啊，我是有留的路线，刚好留着啦，因为平时就会练2个路线啊，就是看怎么打，但是没有留着的，后面会打起来轻松一点。但有留着的是前段跟中段会打起来，没有前段很轻松，中段很难，然后后面也很难。反正就2个选择，然后我算是选到比较难的，因为第二阶段的怪来之后就会变得很难打，因为你需要斧头先下来，你不是斧头先下来就不能格挡。你要先躲空手抓，然后再挡，因为等一下到电梯那边我一定一堆话要讲，很多细节小动作，就是你不要看它短短的那个可能已经是浓缩10几章的痛苦难合成的3分钟。好，先存档，电梯见。好，存完档之后还要跑上去1分钟啊！每次打电梯失败都要跑上去1分钟。所以我都会先看个1分钟的影片，之后再去认真打。反正电梯会失败就分2个阶段嘛，就是如果你撑到第3波来，那你就是要准备很认真打了。第1波看你是留斧头还是不留，然后去踢打第2阶段的啦。反正你都要躲一次空手的怪，或是踢掉他们下去，但是都不会太容易。2条路线啊，待会那个先让画面具现化，我才比较好讲，再说。然后先拉一遍，让那个红头怪被撞烂，因为不把它撞烂的话，就会更难打。Okie dokie, let's go。然后就上去，然后等那弩箭出来就开始闪。对，没错，你要从头闪，你要闪弩箭，你要闪空手的敌人，你要闪另一个会用那什么另一个拿斧头还是会想抓你的敌人。你要闪一堆东西啊！这边身法是要练到最高级，没办法点技能，你只能点自己了。然后3个来，这3个是重点啊，这3个就是分叉点、分歧点，决定你之后怪怎么来的打法。如果你没有留一只斧头的话，第3阶段会比较容易一点，因为斧头会直接下来让你挡。
但是有一个坏处是，你的两边的弓箭都要闪，弩箭都要闪一下，反正都很危险啊。好，先讲我这个路线，要不然会乱掉。一直挡到下一波来，然后踹下去，能一起踹死就好，或下去也好。然后再来就是弩箭，闪他弩箭，然后装弹，后面的就准备出来了。下面的至少会射到1到2箭，然后上面的也要躲，然后上面会溜达一下，然后下面躲，上面躲。然后就准备专心上面，然后蹲一下闪攻击，然后就看斧头要不要打，他不打我们就要重来了。好，他打了，然后刚好全都暴击一起踹死，然后就往前这边站这个位置，绝对要站这个位置哦！你不站这个位置会被后面的弩箭射，就慢慢走慢慢闪就好了。然后等他射完3箭之后，红头就出来了唱歌，然后唱歌之后就这个角那什么这个方形的右边这里这个角落这个角度就会有一只来啊，他一定会被唱歌到，他会头痛，就是把他戳死就好。然后戳死他，注意一下前面的弩箭，然后再来就是会有斧头跟一个空手的，好挡一下，不要急着踢，等另一只下来再踢。他有时候会慢，啊有时候也是空手，可能是空手先下来，就看你运气好不好。啊这场是运气好的，所以我才活得好好的。然后下面的另一个弩箭就不会太可怕，再用柱子挡住他就好了。然后盾牌来了，他可能会被唱到歌，就是狂戳猛戳就好。我们被唱到歌就按一下互动键取消。好，有2只空手，现在非常考验那个闪避能力啊，就要那个移视角去闪攻击。好，然后想要直接把它戳硬直，但是来不及了。然后我就用我的闪攻击打，然后我真没想到我就过了。打这个电梯关就是集大成啊，就是看你前面用小刀学到什么，然后这边就是让你大展身手，大显神威啊！啊，过了就跑吧。我这时候还超兴奋的，因为超不容易的，这是我第一次无伤过是有练习过，但是这是第一次无伤过。啊，那个是最后一个宝藏了。然后等一下这边会切那个跑步去捡，要不然会被弩箭射到，不想在那边慢慢蹲。等下弩箭有3只，我们会再存一次档，因为打拉蒙前肯定也要存，他打他还是挺靠运气，他就会随地大小便然后踩到还扣血，重点是有很大颗。好，就这样子卡那什么连点方式跑过来，然后这边宝藏捡完了嘛，就证明一下也是有捡完的。因为没跳成就的一个原因是，你看右下角41个，没跳成就一个原因是我之前在练习的时候上来，我不小心先跟脑残一样先捡，我不知道我在干嘛，真想扁自己，太顺手了，你在干嘛？这时候我超紧张，那时候捡错的时候，然后就这样过了啊。电梯你叫我再打一次也不一定会过了，因为那边就纯靠运气。好，拉蒙剑。好，重新打，我们继续打拉蒙啊！先修刀 ，Welcome， 然后就要准备用好我们的所有削刀，战术性用，然后卡这个位置，让头过去一点点，先让那个最远那只先射，然后再把头慢慢卡过来，让第2只射，第2只是重点，等他射完就可以走，然后等前面那只放下弩箭就可以走了，先闪一下，他准备要射到我，靠太近他们就有可能不会想射，然后拿它来挡一下弩箭，他就想换弹，或是把手往下举。好，就这样子，走过来还要浪费一堆时间。N 手，好，冲过去，可以戳到3到5下，但是很危险。他的那个弹是水起，这颗他有时候会放，有时候不会放。拿小刀打这个真的是会压力很大，而且跟他打肯定是会拉到10分钟左右的。就是一定要花时间啊！你打到后面，他就超容易一直跑掉，一直去吐，一直狂喷、狂吐。然后第1阶段在这边等，然后等他过来，他一定会出这个张嘴咬的。然后过去一直戳他硬直，因为前面也先戳嘛，然后就倒地了，然后就戳个10刀，然后换削刀筒。11刀是最极限，但是你那个速度要算好，你要看李阳速度有没有那么快，就可以让你戳11刀，然后戳个2。然后这边可以连戳啊，这边要算好耐久啊，不要一直连戳，就是不要连戳啊，就是算好耐久再戳，然后捅它，就以捅它里面为主啊，不要一直戳到它旁边的肉，要不然耐久会耗完。就是先不要太急，打得太急促啊。
那总共我戳了9刀吧，戳了9次他才死掉，包括我们现在手上这把战斗刀，然后他要倒了，然后一样10刀，然后再换削刀这样子捅，就前面我们捡的东西好好利用，然后再戳个2、3刀，这时候戳还是有在算在他那个倒地的范围内了，然后他戳第2次吐的时候就会这样子乱喷了，要注意一下啊。过去戳不了他，我就不过去捅了，因为刚刚地上有太多大便啊，直接叫大便好了。这边就比较靠运气，有时候大便位置挺随机的，你想要过去捅一刀都没办法，拿下来啊。然后这边还可以连续打啊，你可以注意听声音，他这个声音就是要准备过来咬，就最好闪的。然后他硬直不会倒地，倒地要等下一次，然后蹲。他有时候是直的喷，有时候是横的喷，然后戳10刀这样子，然后抓好距离，免得戳到他的肉，要不然耐久会被消耗更多。然后戳就这样子重复啊，然后再戳一下，戳个2下，看他下一步做什么。然后他吐这个霰弹枪喷法，然后这样吐的时候就可以蹲跑过去，飞砍一刀伤害差不多啊。然后他撞过来，白给招。然后可以连戳了，通常这时候他就会想要倒了，然后没有倒就先跑了，因为太危险了。好，他接下来这个吐之后都会喷这个霰弹枪乱喷，然后就可以来划一刀就准备要倒了，准备而已啊。你有时候小刀伤害都不一定，然后就等他下来啊。他在这个之后就会开始想要一直用吐的啊。只要注意一下，再戳个几次就差不多，就是那个拿刀处决他了。处决一次有1000滴血啊，就是削刀啊。但小刀伤害越高就处决伤害越高。这时候有克劳斯的刀就直接天下无双。好，站太近的话就这样闪比较安全，要不然你再跑到梯子这边，绝对来不及。虽然你还是有可能会踩到地上的大便，但这样真的算比较安全的。好，他这样横吐完是不会接着喷霰弹枪吐的。然后看他有没有倒，没倒就先躲。他这样吐都可以过去砍一刀就有可能会倒，有可能不会。这边还蛮危险的，刚才就被大便弄到了。然后白给招，这可以戳到很多下。等他嘴张开再继续连戳，要不然。你直接先戳的话，你的刀会先坏掉。这边我是已经决定好要浪费1根削刀了啦，稳过的话，因为我的战斗刀消耗太快，我还是没有戳很好。戳最好就是可能5、6根，这时候耐久还有一半，就是你插5、6根削刀的时候，耐久至少要有一半。我现在已经一半少一点了，虽然已经戳得很克制了。但是我又不好控制位置，对，这时候他就会这样子吐了，就是一定要浪费时间让他这样吐啊。他第1次这样吐一定是这样子扫蹲着就好啊，第2次再吐就是要准备用跑的躲了，然后白给招，连戳10刀，就是有时候你会看他喷红血，就是戳错地方了，喷绿血才是对的。然后这捅个2下，然后看他动作，准备跑之类的，这样算是效率比较高了。就是2下等他动作再跑，不然有时候先跑导致会错过输出时机。反正每次看到他吐的时候，你就反射性动作，就直接往左切或右切，然后注意地上的大便。这边用 PC 比较容易啊，比较好观察地上的大便，摇感不好啊，转太慢了。好，他这一定会吐，反正躲这边一定要蹲啊。因为有时候你手会穿过去，或是头被喷到，就那一点点。然后蹲下，然后这样飞砍，伤害比较高。然后往右闪，没大便就算运气好。然后蹲着躲，然后再一次重复动作。就是他反正打他没有比电梯难啊，虽然还是有点运气成分。打他就是要先会打再来打。然后再来就是看你会不会踩到大便，就这样子，没有比电梯难，但比电梯打得来的久，但这个打得久你是可以预判的啊，电梯
很难预判的，他们动作都太随机了。然后等下乱吐，然后要注意不要踩到会多垫高一点的石头，直接被喷到。我之前有触发过一次被乱喷。好，虽然比较上面，但没关系，还是戳得到的。然后10下，然后捅。然后所有血刀的可以捅的耐久都捅完，再戳任何一把就会断掉。这是为什么我说第10张挡到右手有点可惜啊，就是用血刀挡到，然后还有戳几下都有点可惜。但我好不容易过，就想说算了，看再怎么办吧。所以那时候还挺崩溃的，又要去想新的东西，但没关系，还是有解法啦。就是生命会自己找到出路。然后等他过来，就有时候可以故意卡在原地，等他干嘛？就觉得有时候好像保持一点距离，他就会想这样吐啊。就过来看他是要咬还是怎样，然后他吐，反正都是随机的啊。他出什么招，我们就用什么招克制，然后偷戳一下，赚一点伤害，然后这样就有点危险，然后可以这样闪。你战斗刀改完，我真的觉得这招飞砍很好闪避攻击啊。啊，没砍到也没关系。飞砍真的是帮大忙了，因为速度变快嘛，就等于算是一个小位移。如果刚那边我没有飞砍的话，有可能已经被吐到了。好，先跑，然后再蹲，要有肌肉记忆。然后他走来的路线那些大便都是随机位置啊，都随便放的啊，你也不知道他会放哪里啊。然后非常好，白给这白给的声音要记好，很好听的。我还可以再让他倒2次啊，这个小刀的耐久。然后我就一定要戳断一根，拿那个耐久最低的。不过这个安排也挺好的啊，就刚刚好够用啊。5根跟他打，至少消耗1根啊。反正铁球关你至少要有4根。我的路线是4根，至少要有4根过，但是你也可以3根啊，但是会打得比较累。削刀一路用到铁球关，后面就不用再去计算了，或是你拿原石刀就连算都不用算了，不用那么累，不用像我一样打一打还崩溃之类。好，这样之后就一样啦，等他吐完，然后我们再攻击，等他下来，等他玩爽了。这样看来，我觉得在下面跟他打好像反而比较安全吧，不知道。因为我在想，如果下次还要挑战其他有拿枪的版本，我没有要拿金弹，怎样跟他打比较轻松？不知道会不会想拿小刀的概念去打这些怪啊，魔 BOSS 啊？不知道，在研究吧。小刀就是小刀的，反正小刀上去是绝对没有任何优势的。好，接下来就是战斗刀收尾了。这时候伤害也累积差不多，因为差不多9刀了吧。就是最后一刀啊，这战斗刀是算第9刀，最后一刀。但是你也可以8刀解决，但是刚前面讲过了，我那个战斗刀消耗太多了，没有控制好。不过也算是也没有到很差啦，还是打过了。然后打完了，这时候我超爽，最保险就是插9次啊，可能是我插错地方之类的。然后测试没扣血，有时候耐久会多耗，就是多插到他的肉，他的肉都太挤了，他的弱点跟他那个旁边的肉块都挤在一起，就导致你的耐久消耗超快的，这是问题之一。好，待会就是最后的文件了。还有要闪盔甲吗？我超紧张的，这时候过了还很爽，然后就盔甲差点被他卡死，超好笑。我直接超紧张哎！我直接快点往后拉，我往后拉，因为我卡不过去，吓死我了。然后之后就等克劳瑟开船啊，还留一艘给我，人真好。他是不是心里有我啊？真的是有。看到克劳瑟就拨一下头发，这是喜欢对方的预兆。好，跑吧。
Don't open it。嘿嘿嘿，我现在好开心哦，我可以过去吧？哇塞，差点把我自己吓死啊！我再慢一点，我就要被砍了。再见，臭 bitch，fuck you 哈！我可不想拿我快要爆的几根削刀来当你的攻击，这样我就后面就更难了，我就觉得自己超可悲。好，最后的文件然后不会被左边打到。女管家笔记，她已经变成她的性奴隶了，很努力在工作，直接变成左手了，非常好 U3。好，艾达在上面，但这时候艾达篇还没出来，所以不在上面。章鱼迷彩隐形了。好，这边是我数了所有的城堡所有的笔记啊，总共22个，就只有村庄有28个、啊，28份，城堡跟孤岛都是22，然后村庄28这样子。好，解完了之后就是第14章很麻烦，第15也很麻烦，第16也还好还行，就这样了。好，存档吧，下一章继续。这一章城堡最难了吧？不得不说，我觉得这应该算是城堡最难的。后面的这个部分啊，都比较靠赛的部分的话，好，下一章继续吧，下一章见。